白若曦，我在呢。我也在，永远都在。高冷校花正在你家超市偷东西，却被你当场拍下证据。见状，女孩转身就要跑，你直接上前抓住她后背。校花同志，你被逮捕了。她像受惊的小兔一样被你拉到库房。白若曦眼看逃走无望，只能紧紧地抱着身前的书包，无助地缩在角落。真不巧，白同学，这家超市是我爸开的。你敲了敲桌子，都掏出来吧，难道还等着我搜吗？白若曦抬头，眼眸中泛起点点泪光，沉默片刻，拉开书包，将装进去的3个面包都拿了出来。你看了眼，忍不住在心中说了一声：笨蛋。拿的竟然都是最便宜的面包，偷都偷了，还不拿点好的？偷个鸡腿和香肠也行啊。我只拿了3个面包，别的没有了。确实没有了，你也只看到他就拿了3个面包，但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这一天。上一世看到白若曦偷拿这3个面包，因为和女孩不熟，为了避免对方难堪，便故意视而不见。可结果第2天就在班里听到了他出车祸身亡的事情，而车祸发生的时间就在他离开超市后不久。你清晰地记得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自己懵了很久很久，因为摸不清楚车祸的具体时间。为了女孩的安全，你早就想好了，只要她能安然活过今天，就是留她在这里过夜都行，反正在学校里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坏学生。你拿起书包看了几眼，不相信的将里面的东西都倾倒在了桌子上，课本、作业、文具袋，到最后掉出一片白色的卫生巾。白若曦小脸一黄，冲上前将东西丢进了书包，然后用力地夺了过去。撕拉，被线缝过好多次的书包带子被扯断。白若曦抬头，眼眶微微泛红，没了，就3个面包。这眼神好凶啊！你瞪了回去，再凶也不能放你走。我要看到你白若曦安然无恙地出现在我的高3生活中，拥有崭新的人生。你当我好骗？背个书包进来就偷了3个最便宜的面包。你朝着白若曦逼近，后者连忙低头，像个被欺凌的少女似的向后倒退，直到后背撞在墙上。这里鼓鼓的，是不是还藏着东西？白若曦立即抬手护住胸口，羞恼地否认：没有。你表情夸张地晃着脑袋，自己把拉链拉开，别等我动手。你也不想被老师同学知道这种事吧？白若曦闻言瞬间慌了，别说。她抬起手缓缓拉下拉链，雪白纤细的脖梗露了出来。你看到了里面因为洗的次数太多，已经发皱的 T 恤领子。白若曦眼眶通红，看清了吗？没藏东西。你冷笑着说：不是你说没就没的，我看了才知道。你又凑近了些观察，女孩有些害羞，脸上泛起一抹红色，看向别处。你又凑近另一边，女孩又羞愤地撇过头去，迎面散发着少女独有的清香，让你有些模糊。这不还有一层衣服吗？白若曦轻咬粉唇，就一件。2人的双眸比之前近了很多，白若曦的脸颊竟罕见地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晕。你突然发现了一个少年时期都不可能会注意到的细节：一个少女面对异性这样搜查，眼神应该是充满了厌恶的，但女孩似乎只有害羞。想起自己的少年时期，你也头疼不已，心中只有胡采薇，还舔得战战兢兢的。现在想想，这下午就是个傻子。我没骗你，就拿了3个面包，现在还给你了，我可以走了吗？白若曦询问的声音中已经带着几分哽咽的味道。你想不到什么理由再留他，眼看着他就要出门。等等。白若曦回头，紧紧抱着胸前的书包，警惕地看着你。你终于忍不住问道：你很饿吗？听到这句话，白若曦低头沉默不语。你没说什么，转过身将面包撕开递给对方。吃完再走吧。仓库里顿时安静下来。白若曦没有伸手，抱着书包罚站似的站在原地。你看不到她的表情。我都撕开了，卖不出去了。拿着，强硬地将面包塞到对方手上。白若曦缓缓抬手，将面包送到嘴边，小口地咬了起来，随后越吃越快。你见状，露出满意的笑容，但下一刻，女孩脸上就挂满了泪水。白若曦哭了，从刚开始被抓到被搜身，她都没有流出一滴眼泪，直到面包吃进嘴里的这一刻，她终于忍不住了。你心疼地看着她，又撕开了一个面包。你不清楚白若曦的家里发生了什么，竟然会逼得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到超市里偷面包吃。白若曦从书包里面拿出纸和笔，刷刷写下几行字，神情认真地将纸递给你。2018年8月30号，白若曦欠下午3个面包。你接过纸条，有些发愣地看着上面的字，和记忆中那张投票纸条上的字体简直一模一样。上学期竞选体育委员，全班只有1人投给了自己，即便最后没有成功竞选，这么多年，下午依旧感谢那张纸条。每当自己身处逆境时，都会想起那一刻的鼓励。当时还以为是胡采薇给自己投的。你抬头看了一眼白若曦，原来是她。下午啊下午，你怎么才发现？你以为今天的事就算结束了吗？白若曦闻言，心里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你想怎么解决？刚刚撕坏了你的书包，赔你一个。白若曦一愣，连忙摇头，不用，破的地方可以缝。这件事我说了算。我下午不喜欢欠别人东西。说完，你带着白若曦来到了放置书包的区域。白若曦有些发愣地看着一个粉色的书包，你直接拿了过来，这个给你。白若曦有些意外你会拿这个。我不要，我的书包本来就是坏的。如果你不想今天的事传到学校里的话，就乖乖听话。白若曦的双手一顿，接过书包，拿出了刚刚的欠条，又补上了一个书包。既然打了欠条，正好这个。你将一个粉色的文具袋放到了他怀里。我不要。如果你不想今天的事，白若曦羞恼地打断，我没那么多钱还你。你双手抱胸，我也没想让你还，或者你可以想想用别的方式还我。别的方式？白若曦像是想到了什么，小脸红扑扑的。很快，2人又来到了一块区域。白若曦一怔，随即害羞的扭头就走。站住！你喊住他。你也不想今天的事传到学校里吧？我告诉你，我可是坏学生，坏学生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白若曦脸颊通红。我不要了。
包里就剩一片了，还说不要，拿着。白若曦将欠条认真的用双手呈递了过去。给你，这张欠条会一直算数的。好，你认真的看着它，好好走路，注意看车，安全回家。明天正常上学，只要你听话，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知道吗？女孩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说这些，但她能看出来这个少年并没有恶意。你帮他打开了超市的门，出现在外面的人却让你们两个同时一愣。胡采薇看到白若曦和你在一起，有些惊讶，你心中不禁冷笑。既然那次投票乌龙事件当事人都在场了，那今天这件事也该了结了。白同学，你等等，先别走。你想让白若曦留下来看看待会儿的好戏，因为这个女孩到死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曾经那一票竟然给别人做了嫁衣。当年你像班里的众多舔狗一样暗恋着胡采薇，在得知胡采薇给自己投了唯一的一票后，你就更加的死心塌地。但面对你的热情，胡采薇对投票这件事不承认不否认，就像是她跟你的关系一样，也是不承认不否认，礼物照单全收，每天还来超市白嫖，相处时却保持距离，说是在毕业之前算观察期，让你好好表现。直到他大二，你才得知胡采薇已经和一个学长交往1年了。知道这个消息后，你心如死灰，转而发愤图强，开始创业，最终在30岁出头就已身价过亿。直到刚才看到白若曦的字，才得知当年的那一票并非胡采薇所投。你突然很想笑，但是当你知道真正的投票人是死在15年前的那个少女时，你是真有点生气了。可以啊，下午都跟白若曦说上话，那你觉得白若曦漂亮还是我漂亮？非要自取其辱，家里没镜子吗？胡同学，今天要来点什么吗？胡采薇觉得今天的天狗给她一种怪怪的感觉。你同学家里真开着超市啊？这超市好大。胡采薇有些得意。是啊，喜欢什么尽管拿，今天我请客。两个女生露出了羡慕的表情，不客气的在超市里挑了起来。白若曦默默的看着你暗恋胡采薇这件事，她其实也清楚。没多久，那两个女孩便开心的抱着一堆零食走了过来，通通放在了收银台上。她们是真来吃自助的。好，一共1000，现金还是扫码？她们小声嘀咕着，不是说不用给钱吗？听到好友的议论，胡采薇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你什么意思？一点吃的而已，又不贵，你听笑了？是啊，又不贵，你都说请客了，付不起吗？一旁的白若曦眨了眨眸子，很是意外的看着你。以前在班里的舔狗行为，她一直都默默看在眼里的，但感觉今天的你好像变了。你别告诉我你认真的，我真的生气了。生气了又怎么样？大白天来抢劫吗？胡采薇表情一正，下午你今天怎么回事？我很正常啊，买东西付钱不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白若曦同学，你说对不对？白若曦闻言将脑袋扭向一边，因为刚刚偷了东西，她觉得自己没资格回答这个问题。胡采薇当场哑巴了，她脸色通红，有些破防。在我面前你就是这么表现的，下午你会后悔的。胡采薇说完便拉着两个朋友要离开超市，后面突然传来一声站住！你用力的拍了下收银台，拿的东西给我放回原处。胡采薇站在原地气得双手发抖，她的两个朋友也在学校里听过你的恶名，于是赶紧将所有东西重新放回了原处。临走时胡采薇还恶狠狠地瞪了你一眼，心里舒坦多了。你从收银台里绕了一圈，随后走到白若曦面前，拿出来一个粉色的发夹，轻轻地夹在了她的发丝上。这张漂亮的面庞配上这枚粉色的发夹，显得更清纯。女孩怔怔地抬头看着眼前的少年，甚至忘了开口拒绝，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不要。这是谢礼，将她雪白的小手推了回去。去年竞选体育委员的时候，谢谢你投了我一票。白若曦表情很意外，眼神已经开始躲闪了起来。几秒钟后，白若曦快速把发夹塞回你的手上，然后扭头逃跑似的离开。哎，路上慢点，敢在马路上跑，明天就去举报你。白若曦没回头，感受到少年的关心，不知不觉也放慢了脚步，看着手中的发夹，投了我就投了我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第二天高3开学，你匆匆忙忙冲到教室门口，第一眼看向那个角落，听到门口的动静，白若曦看了过来，但很快脸一红，将脑袋转了回去。你微微一笑，太好了，他成功出现在了高3。砰！讲台传来响亮一声，你吓得一抖。下午你真当自己是主角了？开学第一天就迟到，先回座位，回头我再收拾你。你无所谓的耸耸肩，跟着全班50几人一同来到了走廊上。每学期开始，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期末成绩排座。你上学期期末是倒数第一，不出意外又要坐在最后一排。你冷不丁的想起来了，上学期期末你不是倒数第一，倒数第一是白若曦，大学霸罕见的考了0分。你忍不住笑了声，突然听到旁边死党语气悠悠的开口，开心了吧？白若曦跟你同桌，班主任刘威有些心疼的开口，若曦，如果后面看不见，就跟我说声，我再把你调前面去。我靠，我不同意。不同意？下午你以为你是谁啊？要不是人家家里有事没参加期末考，你这癞蛤蟆还能坐到天鹅边上。若曦要是下午欺负你，就跟我说，你厚着脸皮，怎么欺负才算欺负？伸手戳了戳软软的胳膊，这样算吗？少女的耳垂红了，往旁边缩了缩，你从书包里拿出来一袋热乎乎的肉包子递了过去，命令道，快点解决了。不要。你又露出那件嘻嘻的表情，白搭笑话。你也不想让老师知道那件事吧？漂亮的眸子愠怒地看了你一眼，乖乖地吃了起来。你这秘密我吃一辈子。窗边微风轻轻吹拂，晨光的照耀下，白若曦发丝闪烁，睫毛修长。1分钟后，看什么看？白若曦忍不了了，扭头羞恼地看你，没什么，只是在想，你嘴巴为什么这么小？无聊。
白若曦抿住小嘴，将脑袋转了回去，不让你看到自己表情，同时在桌子拉出3八线。上一世没有上过大学，这一世你也想尝尝上大学到底是什么滋味。不过以现在的成绩考上大学可有点困，但白若曦这个学神在旁边，就让你莫名的自信了起来。你认真的看着课本，身体坐直，开始努力的听课。5分钟后，你也是努力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要说班主任什么时候最可怕？站在窗外的时候最可怕。白若曦紧张的扭头看了你，快速的拍了下你胳膊，你连忙起身，装模作样的盯着课本。白若曦见状，贴心的将小手伸过去，替你往后翻到课后的习题。班主任这时走了过来，轻飘飘的看了一眼，便离开了。你脑袋一沉，又趴了下来。白若曦心里很开心，以前只能远远的看着你上课睡觉被骂，想伸手提醒也碰不到，但是今天他提醒了一次，让你成功躲过了老师。女孩的满足感与成就感来得奇奇怪怪。回头继续做题。刚入秋，微风清凉而柔和，风中的树叶吹出沙沙的声音，阳光穿过教学楼，洒下的是别样的温柔。就在这时，一个粉色的发夹移到了她的桌子上，少女抬头，目光一正，朝旁边望去，下午却换了个睡姿，将面孔转向了另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发卡收起来。白若曦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她初中就认识夏午，她的脑海中装载着许多关于少年的回忆，或许少年都不记得，可是没关系，她记得就行。静坐片刻后，女孩朝教室外面走去，来到食堂一片空旷，里面的学生都已经吃完饭回去了。此刻她默默来到橱窗前，打饭的阿姨见到白若曦，热情地开口：“又是你啊，小姑娘，阿姨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下次提前来，每次这个时候来菜都被吃完了。”白若曦拘谨地笑了笑：“没关系，我吃白饭就行。”旁边的一位长发阿姨认出了白若曦，人家年级第一，不知道吧？来得晚肯定是在学习呢。白若曦沉默的低头。哎呦！一旁阿姨眼神火热的盯着白若曦，你瞅瞅，长得跟天仙儿似的，成绩还这么好，我儿子要有你一半就好了。阿姨给打多点饭哈，再给你浇点肉汤，给5毛钱算了。谢谢。刷完饭卡，白若曦注意到饭卡里只剩5块2毛钱，5毛钱一顿饭对她来说也有点奢侈。她也试过不吃饭，可是不吃饭就没精神学习。教室里你身体突然抖了下，扭头看去，人呢？这个时间还有菜就怪了，你连忙跑向食堂。此刻食堂阿姨都在收拾，你连忙跑过去，别收，还有人呢。阿姨顿时疑惑，就剩米饭了，那就来点米饭。对了，阿姨，我前面是不是还有个长得挺好看的女生过来吃饭？是啊，但小姑娘一直都学得很晚，每次来都只剩白饭了，米饭打好，你刷了2块钱。她中午就只吃这个吗？下午是体育课，在你跟着几个男生奔赴篮球场的同时，白若曦来到台阶旁，然后将语文书拿到眼前，可是翻开后，视线却不自觉地飘向篮球场。下午你特么会扣篮，他们头一次知道你会扣篮，你也有些意外。昨天重生到现在，你发觉自己的力气长了不少。长这点力气有个毛用？你长长老子智商也行。胡采薇脸色微微泛红，下午你刚刚好帅啊！你白了一眼，朝着远处望去，突然间四目相对，白若曦立即将脑袋埋进书本里，遮住那红透了的脸蛋。这丫头果然还在那里。你印象里每次体育课自由活动期间，白若曦都在那个位置拿着课本。你刚刚的扣篮真的很帅。胡采薇不经常夸人，偶尔夸一次感觉很奇怪，你也没理他。班里人听着胡采薇的称赞有些吃醋，纷纷向你挑战。你突然脸色一变，目光望向后方，那边围了一群学生。你挤过人群，发现白若曦坐在地上，表情有些痛苦地捂着自己的右腿。旁边的一个女生犹豫地说道：“刚刚我好像看到一个女生从后面推了下白若曦，然后白若曦就摔倒了。”你冷声开口：“那女的长什么样？哪个班的？”女生低下脑袋，没看清，跑走了。我靠！别让老子逮到！老子好不容易救的女孩，我倒要看看是哪个敢动她。你连忙走到白若曦身旁蹲了下来，快上来，我带你去业务室。白若曦咬着嘴唇，张开双臂，上半身轻轻地趴在了你的后背上。女孩双手搂着你，两只耳垂通红，有些害羞。谁推你的？看到没？没有。那你有怀疑对象吗？没有。背上的女孩太善良了，你都被气笑了，有些无语地说道：“你是怕我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是吧？”没有。你叹了口气，真算是服了你了。只是你看不到。女孩此刻的脸上露出暖风般的笑容，仿佛忘掉了腿上的疼痛。来到医务室，你背着白若曦转了一圈，却没见到医生在哪。人呢？先将白若曦放到床上，你又找了一圈，还是没看到人。算了，我自己来。你干脆的喊了一声，蹲在白若曦对面。白若曦却突然夹紧双腿。啊，你干嘛？当然是看看你是单纯的扭到脚，还是骨折啊！白若曦脸都红了。你会看啊？废话，我在老家经常给村里的母猪种。突然间，女孩意识到了什么，小声骂了句：“你个大笨蛋！”然后羞恼把头撇了过去。片刻后，你神色稍显的开口：“小事，就是扭到了，涂点红花油就行。”转身在后面的抽屉拿到了半瓶红花油，将女孩的腿放在自己膝盖上，准备开始上手涂。下一刻，白若曦表情有些不自然：“我自己涂吧。”别动，特殊情况有什么好害羞的？可没过几秒钟，白若曦便有些羞恼的问道：“涂腿而已，为什么要把我整个袜子脱了？”啊，我有吗？你右手上是什么？自己涂完后，白若曦穿上袜子离开医务室，你追在后面。不是，你听我说，我的手有时候是不太听自己使唤。
此时已经放学，想起了白若曦扭伤的脚，这丫头的家也不知道住哪，这个情况难道要一瘸一拐的走过去？你叹了口气，算了，今天送她回家吧。来到高三29班，你放慢脚步，停了下来。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女孩正拿着粉笔擦，在讲台上一瘸一拐的挪动着脚步去擦黑板。你视线向黑板下看去，上面写着“黑板值日生下午”。你有些心酸，笨蛋，怪不得我以前从不擦黑板，老师却从来没找过我麻烦。讲台上，白若曦丧气地垂下胳膊，实在够不到最上面。她原地缓了片刻，随后深吸口气，想要跳起来去擦黑板最上面。视野中突然出现了一只大手，夺过了黑板擦。女孩像做了亏心事被发现的事，连忙向后倒退。你不是回家了吗？你有些生气地盯着她，臭丫头，腿都这样了还跳。白若曦有些做贼心虚地将脸拧向一边，小声嘀咕了句：“不是的。”说完，她转身就要走下讲台，你连忙拽住她胳膊：“你腿受伤了，我送你回家吧。”不用送。白若曦立即拒绝。你微微皱眉：“那你家住哪远了？”不远。你半信半疑地看了他一眼。丁山死傲娇这5个字突然间具象化了。你笑了声，跟在后面，和女孩一同来到学校门口，两人正准备分道扬镳，你还是说了句：“要不还是我送你吧，不麻烦了。”白若曦表情有些为难。我爸爸如果看到有陌生人接近我，他会拿棍子追着人打的。你猛地挑下眉毛，你爸这么猛，心里已经脑补出他爸拿棍子追你的场景。那好吧，明天见。哼。望着少女有些踉跄，但问题不算太大的步伐，你放心的转过身回家。听到身后的动静，白若曦也紧跟着回头，盯着你的背影驻足站立许久，直到你消失在人群中。秋日的晚霞总带着几分慵懒的暖意，晚风吹过衣角，把少女的微笑揉进橘红的暮色。抬手将发丝撩到耳后，小声说了句什么。我要发愤图强，我要上985-211。我下午要成为卢城状元。听着儿子的咆哮，妈妈可爱的鼓着掌，旁边的夏天却嗤笑一声：“瞧瞧，年级倒数第一都喜欢做这种梦，还考985，我看你不如去考红旗。”苏小雅嗔怒地拍了下夏天，哪有这么说自己儿子的，就不能鼓励一下？夏天摆摆手，算了，我去看超市了，最近刘阿姨请假，超市没人了。听到这，你心中一动，爸爸，我有人选可以接替。谁？我同学。学生啊，那看不了。你连忙拽住小老头，哀求道：“他晚上放学可以看超市，工资给少点不就行了？”夏天闻言默默思索，也是，把他学习给耽误了，你高考就能少一个对手。下午看着夏天，嘴角抽着，感慨脑回路清奇。行，明天带他来找我，我先去超市了。你打量着客厅，夏以东呢？你妹妹最近跟65中校门口傻子走得太近，刚被我跟你爸训了一顿。这时小萝莉从房间钻了出来，红领巾叔叔不是坏人，然后又立马关上门。听到妹妹喊红领巾叔叔，你突然回想起了那段记忆，你初中也是65中，那个傻子叔叔每天在校门口，虽然憨憨傻傻，但是穿着很干净。其他人很喜欢欺负这个红领巾叔叔，每天都围满一群人，你看不惯，会上前喝止。干什么呢？有个同校瘦瘦的女生更加看不惯，每次都会将欺负人的男生赶跑。虽然不知道他名字，但那一刻你觉得他很帅。按照时间，这个女生应该跟自己一样已经上高中。盯着妹妹的房门，你突然间沉默了下来。爸，我觉得你应该了解原委后再决定。你朝着妹妹的房间走了过去，告诉你个秘密。我上初中的时候，跟那个红领巾叔叔关系也不错。听到这句，妹妹小脸一愣，真的吗？当然，因为那个叔叔很和善，从来不欺负人，但却有人欺负他，所以我保护过他几次。夏以东意外地看了自家哥哥一眼，没错，叔叔很好的。今天中午我还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姐姐喂他吃饭。你叮嘱妹妹，你保护她，哥哥很赞成。但如果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情况，一定要通知我，我马上到，知道吗？第二天生物课的上课铃声响起，你将买来的包子默默塞进了白若曦的桌子。别说废话，下课吃。白若曦这时却盯着你的脖子，欲言又止。别担心，昨天学得太晚了，不离勒着脖子让我自己轻松点。白若曦闻言，难以置信地看了一眼，你又闭上眼睛，趴在课桌上，巩固着昨天学的知识。白若曦摸着热乎乎的包子，趁你在睡觉，偷偷地将2个放进了饭盒里。你其实注意到了，只不过没拆穿。10分钟后，你抬起脑袋，见你醒来，白若曦似乎在心里预演了无数遍时。我刚刚偷吃了2个包子。你看着他的表情都笑出了声。偷吃了就偷吃了呗，还跟我汇报干嘛？白若曦低下头，又快速地将身子转了回去。你第一次觉得有人说谎也能这么可爱。讲台上，生物老师开口：“正常人的心率在每分钟60到90之间，你们现在可以和同桌互探脉搏测谎。”白若曦警惕地盯着你。下午我来测你。女孩罕见地在你面前表现得主动。好吧。你将胳膊放在桌子上。白若曦想了想：“你喜欢吃蔬菜吗？”你抽着嘴角：“笨蛋，能不能问点劲爆的？”当然有，但白若曦却不敢问，轻轻摇了摇头。你手掌翻转，将女孩的小手压在下面。白若曦却紧张地将手缩了回去。你瞪眼看她：“为什么不准我测脉搏？”白若曦小脸严肃：“不准就是不准。”你表情狰狞，看来你是有暗恋的对象。听到这句话，白若曦小脸一红，撇过头去：“无聊，当然没有。”
上午的课结束，很快到了吃饭时间。福彩薇朝你走了过来，下午出来陪我吃饭。没空在学习。福彩薇气得跺脚，就你这成绩还有什么可学的？故意跟我赌气是吧？你没说话，拿起书就看，直接给他气走了。白若曦忍不住抿嘴一笑，下一刻你看了过来，白若曦立即将脑袋转了回去。时间1分1秒过去，到了白若曦固定吃饭的时间，她站起身默默离开教室，而你则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打完饭走向白若曦吃。被你当场拍下证据。见状，女孩转身就要跑，你直接上前抓住她后背。校花同志，你被逮捕了。她像受惊的小兔一样被你拉到库房。白若曦眼看逃走无望，只能紧紧地抱着身前的书包，无助地缩在角落。白若曦蹑手蹑脚，就像是回到了儿时那个小丫头，一步一步在后面悄悄接近，然后快速地拍了下对方的肩膀。白若曦笑着开口：“爸爸。”中年男人也开心地转过头，可紧接着他却像是做了错事的孩子似，连忙不停道歉：“对不起，没有看到西西放学，对不起，没有看到西西放学。”他碎碎念着，说话的语气很幼稚，宛若5、6岁的稚童。白若曦连忙安慰：“因为西西跑得太快，所以爸爸没看见。”男人牙牙学语般的重复：“西西跑得快，西西跑得很快，爸爸追不上了。”白若曦面色温柔，随后拿出饭盒和筷子。爸爸吃饭了。打开饭盒，把鸡腿递给了爸爸。男人兴奋地开口：“鸡腿，鸡腿。”然后焦急地看着女孩：“西西吃，西西赶快吃，坏人要追来了。”西西吃过了，吃了2个呢。爸爸，你赶快吃，坏人要追来了。女孩把鸡腿递到男人的嘴边，男人像小孩一样一边晃动着，一边开心地吃了起来。校门口走出一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刚买的面包，正准备来到对面，却发现又是那个漂亮姐姐。小女孩脸上露出笑容：“行吧，今天又是这个姐姐抢先一步。”晚自习的时候，白若曦背着书包返回教室，发现你已经在位置上看书学习了。来到位置上后，她主动笑着说了声：“下午好。”你惊恐地扭头，仿佛看鬼一般地打量着她。白若曦被看得有些害羞。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清冷少女主动跟我问好。怎样，英尊吃得开心吗？少女嘴角洋溢的笑容。开心。你看着她，所以这就是你这么开心的原因。白若曦看着你呆呆地点了下头，你有些无语。今天晚自习结束，跟我去超市，我爸在超市等你。听到这句话，女孩俏脸震惊，心里还没有准备好。你挑了挑眉，别紧张，我爸虽然脑子缺根筋，但是还算随和。白若曦有些不解，为什么你要这么说自己爸爸？啥？脑子缺根筋？你表情古怪，我不仅要说他，我还想说你爸爸。你爸脑子缺10根筋。刚说完，一个有力的小拳头突然在你胸口重重的捶了一拳，这一拳真把你打疼了。你有些意外的看着女孩，发觉她正眼眶红红的瞪着你。很快，白若曦便心情复杂的转过了头。对不起。白若曦道歉着，气氛有些沉默。你平常就是大大咧咧的性格，此刻更是不知道哪里说错了话。深吸口气，对不起，我不该那样说你爸爸。白若曦撇过头去，不让你看到她流下来的眼泪。过去的阴影压得她喘不过来气，但白若曦从未放弃。女孩时常告诉自己要坚强，可真当身旁的少年说出安慰的话，白若曦才发觉，原来她一直是故作坚强。随着少年的这句话，这些年来所有的委屈都一下子从心中倾泻了出来。发丝遮掩下，少女泪水决堤。
你忍不住开口。我的确不清楚你家的情况，如果你爸爸是自身有原因。话还没说完，女孩打断道：“我爸爸没病。”你点点头，识趣的闭上嘴巴。能看得出来，女孩很不愿意聊这件事。今天下午的4节课，白若曦都很沉默。你想跟她说说话，但见她脸色清冷的样子，也收起了打算。突然眼前一片黑暗，校园都是黑压压的，四周连一旁的人都看不清楚。班里顿时惊呼一声停电了，学生煽动着气氛，集体鬼哭狼嚎起来，强如老师。此刻也管不住这乱作一团的班级。平常都是家里学校2点一线，难得的停电时间，白若曦也有空休息下了。她也很喜欢夜晚的时光，小时候就喜欢看星星，因为小时候妈妈对她说过，那里有她想见的人。教室里虽然热闹，但是她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扭头望去，下午一下午没搭理你的少女，在这一刻焦急地喊出你的名字。此刻你正蹲在地上，身子止不住的发抖，你能感觉到空气中的黑暗、压抑、紧张，各种负面因素向你席卷而来，仿佛置身于泥沼之中，怎么也挣脱不开。这种感觉让你回忆起在乡下老家那年夜里摸黑出去上厕所，结果掉进了枯井之中。因为是在半夜，无论如何哭喊、如何呼唤都无济于事。你就这样在暗无天日的枯井里待了整整1个晚上。你清晰地记得那时井中的黑暗带给你的恐惧，所以这些年连睡觉都是开着灯。教室的吵闹声渐渐远去，你也感觉自己要随着那声音渐渐消失。下午走马灯，我可真不想死，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嘿，认了，刚刚把那傻丫头弄哭，还没有好好和她道歉。你感觉四周越来越黑，那股黑暗仿佛要将你吞噬。下午少女焦急地喊了一声，这是女孩喊你的第11遍，可依然叫不醒你。白若曦都快急哭了，看着你止不住发抖的身体，女孩把小手搭在身前。笨蛋下午，虽然一直以来你总是坏坏的，但是谢谢。身旁传来一道清香的气息，你的大脑骤然清醒了一瞬，黑暗中依稀可见白若曦站在了你身旁。你自言自语说了句白若曦。与此同时，少女也听到你在叫她，连忙松开抱住你的手。少女看出了此刻你有点清醒，一只温软柔嫩的小手钻进你的掌心，跟我走。她在前面牵着，你在后面乖乖跟着。不知道为什么，还在黑暗的你已经不那么害怕。倘若12年前在枯井下，也能有人这么抓着自己的手。下午相信那晚她一定不会感到害怕。白若曦牵着下午走出楼道，直奔操场上空旷的区域。悬挂在夜空的圆月皎洁而又美丽，虽然周围还是很漆黑，但看着发光的月亮，你好了很多。身子瘫软在操场上，白若曦看了一眼，默默在你身旁坐下，像是为了缓解你的心情。白若曦主动挑起话题，下午你知道吗？月亮本身不会发光，它是反射了太阳的光线。你笑了笑，开口打断，挨大笑话，你这个话题太冷了。白若曦抿了抿嘴巴，气氛沉默下来。毕竟2人下午刚闹过别扭。喂，笑话控制，还生我气吗？你扭头问着，白若曦也扭过头去，不让你看到表情，看样子还是在生气。你有点郁闷，都冷暴力1下午了，竟然还没解气。这时你心生一计，没多久，女孩听到旁边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转过身子一看，突然发现你蜷着身子，整个人都在发抖。下午你怎么了？女孩花容失色，连忙抓你的肩膀，试图把你身体扶正。你嘴唇颤抖着，我好害怕。白若曦担忧地重复着这个字，她手足无措了片刻，随后连忙抬头看向月亮的位置。女孩立即将你扶着坐起，然后伸出2只小手，迅速扳正你的脑袋。下午快看月亮。你此刻哪有心思看月亮？2只小手都快把你的脸给扳变形了。好点没？白若曦担忧的左顾右盼，她想去教学楼那边去借个手电筒，正要起身的时候，你突然抓住了她的胳膊。白若曦，少女连忙回头，我在呢。看着她焦急的面容，你很委屈的开口，你还在生我气吗？白若曦赶忙摇头，没有，我就生了那1秒钟。啊，这样啊。在白若曦惊愕的目光中，你面色平淡的站了起来，笑嘻嘻道，放心，我没事。白若曦面色羞恼，气得抬起双手朝你胸口推去。下午后腿一绊，女孩情急之下紧紧抱着你。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只剩心跳的声音，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此刻你就是唯一。因为停电，今天的晚自习提前结束，2人来到超市，你让他在外面等等，自己先进去说一声。少女站在原地乖巧的点头，这次不仅是要见老板，还是见下午的爸爸。微微发抖的身体像是表达了他此刻的心情。你清了清嗓子，人大来了，简单跟人家说说就行，别问太多哈。夏天闻言有些兴奋，来了，让我看看是哪个倒霉蛋儿的学习要被耽误了。父子俩来到外面，门口的白若曦立即将身子转了过来。叔好。夏天笑脸一凝，啊你好。刚说完，他连忙拽着你回到超市。臭小子，从哪拐来了这么水灵的姑娘？我还以为是个男生，你不怕人家爹跟你拼命啊？啊，这我同桌啊，这丫头一看就是个大家闺秀，你是不是骗人家啥了？造孽啊！说完就要脱鞋揍你。下午连忙往旁边一躲，我没骗，他自愿的。那也不行。夏天一拳将你推出超市。少女的心思一向敏感而又自卑，她本就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过来，在听到里面吵架的那一刻，就习惯的把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白若曦拘谨的一笑，
下午我先回家了。说完，低下脑袋就往阴影处走。你连忙追上去，拉住他的胳膊，认真的开口：“你再等一会儿，就一会儿。”敢走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将红红的眼眶隐藏在发丝下，挤出了一抹很不自然的笑容。那你们别吵架。你笑着安慰道：“你放心，真男人从不用吵架解决问题。”你神情认真的看着夏天，你让他在这里上班。这次月考，我考进班级前40。夏天怒意消退，眯起眼睛，能借这个机会让这小子成绩进步斗，倒也不错。行，让他进来吧。来到超市外面，白若曦很听话的没走，只不过此刻站在了漆黑的角落里，身影纤薄，你看着有些酸楚。这样那干嘛？想吓我？白若曦闻言连忙走了出来。没有，刚刚有客人，我就让到了一边。你拉着他走进超市，跟我来吧，丫头，先带你进来走一圈。白若曦听话的跟在后面，然后掏出笔记，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夏天好笑的看了一眼，丫头不至于，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况且你也只能晚上来，不是吗？白若曦点点头，是的。夏天朝少女吩咐着平时要做的事情，之后对你开口道：“你再教教你同学怎么收钱，我先回家了。”夏天走后，你朝着白若曦道：“你先随便逛逛，熟悉一下，我给你写一篇注意事项。”白若曦轻轻点头。没过一会，夏天又折返了回来，老糊涂了，包忘拿了，嘀咕一声朝着货架走去。你扭头发现夏天正呆站在原地，你怕白若曦出事，连忙走了过去。父子俩这一刻都愣住。两个货架之间，少女跪在地上，正用不知道从哪找来的抹布认真擦拭着地面上的东西，背影安静而又沉默，认真而又细致。夏天看着这一幕，神情有些动容。他到底是谁？你深吸口气，他是个乖孩子。夏天扭头看了看你，心里顿时涌现一股无名。你俩不是同龄人吗？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过了几分钟，白若曦来到收银台，你拿出5张钞票看向少女，把手伸出来。白若曦呆呆地看着不伸手，这是超市的传统，每月初提前发工资，这里员工都这样的。我先下班了，小夏老板。下午连忙将500块钱藏到桌下，先不上班点。对方离开后，白若曦仿佛看穿了一切，美眸悠悠地盯着你，你凶道：“这什么眼神写手啊？”白若曦低头：“我不要提前领，我要跟其他员工同一个时间。”你挑了挑眉，干我你老板，信不信我朝你鱿鱼？白若曦抬眸，一双不见波澜的眸子静静注视着你，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就着，威胁力不够，你又露出那表情。白大笑话，你也不想让人知道那件事吧？白若曦闻言小脸一慌，立即将钱拿了过去。你笑了笑，你上班时间少，所以拿的工资也是最少。说到这，下午身子朝前凑去。当然，你也可以适当用某种方式去约老板。听到这话，白若曦脸上通红。叫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让你帮我补习。下午仍然没有忘了之前和老爸的约定。白若曦抬头看着你，神情认真。我一定帮你补习。晚上回到家后，你看到爸妈正在客厅，表情微妙的看着自己。很显然，老爸已经将今天的事情分享给老妈了。小子，你要是考不进班级前40，他照样要滚蛋。你爹翻脸不认人的本事你是见识过，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在刚刚看到白若曦跪在地上擦的那一刻，心里早就把那女孩当成自己儿媳了。苏小雅有些八卦：“老夏，你说那姑娘长得特水灵，是真的吗？”夏天皱眉：“我骗你干嘛？长得跟天仙似的，真奇了怪了，以前开家长会的时候都没见到过。”苏小雅有些莫名的激动：“下次开家长会让我去看看。”夏天这时朝儿子好奇道：“那姑娘家里是做什么的？看那长相气质不太像普通人家。”你也有些好奇她家情况，但是想到今天下午的事情，你也不好过多干涉。突然妹妹房间打开：“哥哥，你来一下。”咋了？哥哥对东东最好了，是不是？啥事啊？哥哥明天下午去65中帮我开一下家长会嘛。你表情一变，捏着妹妹的脸蛋，到底什么个情况？夏以东小脸委屈：“我骗爸妈考了前30，妈妈会把我屁股打开花的。”这个家里，夏天只教训下午，苏小雅只教训夏以东，夫妻俩分工明确。看着夏以东扑闪着大眼睛装委屈：“行吧，下不为例啊。”好耶，哥哥最好了。翌日下午，白若曦发现同桌的少年并没有出现，很显然他逃课了。好久没来到65中的校门口了，你不禁想到了当年的红领巾叔叔。过了马路，果真在绿化带旁看到了那抹熟悉的身影。你买了2颗棒棒糖，随手递了过去。红领巾叔叔很开心：“棒棒糖，棒棒糖，谢谢，谢谢。”转过身后，他似乎愣了下，随后惊喜地笑着：“小和尚，小和尚。”你咧开嘴角，果然还是当年那个熟悉的称呼。因为自己初中是寸头，所以红领巾叔叔一直喊你小和尚。2年多没见了，他居然还能认得出来，是我。红领巾叔叔却不理你了，自顾自地拆着棒棒糖包装，似乎有些费力。你拿了过来帮他撕开，叔叔见状开心地鼓掌：“好厉害，好厉害！”你忍不住道：“叔啊，你都在这做几年了，到底在等什么呢？”他是在等他女儿放学呢，但他总是忘记自己女儿已经上高中了。下午回头发现是一个环卫工大爷。大爷，你认识他？环卫工大爷似乎正倾斜，当然认识，他家太可怜了。你别看他现在憨憨傻傻的，90几年那会儿，他还是意气风发的大老板呢，有钱的很。下午难以置信的看了眼，那他又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他当年是个大公司老板，手下管着几百人，老婆还是个舞蹈演员，夫妻俩站一块，郎才女貌，养眼的很。后来呢，大爷？
后来这孩子被人给算计了，公司破产了，赔了很多钱，房子车都卖了。大爷这时扭头看着你，笑容中带着几分悲悯。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4口只能挤在破出租屋里，日子还算过得去。结果有一天老婆在舞台上晕倒，一检查白血病，天塌了，没钱治，熬了1年人就死了。你闻言叹了口气。老婆死后，这家伙呢就领着儿子跟女儿继续生活。又过了几年，老天爷不长眼，儿子中考前几天夜里被车撞了，小男孩以为自己没事，拿着司机赔的500块一瘸一拐回到家，结果当天夜里就死了。500块钱一条命，你呼吸都快暂停了。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一连这么多打击，他就傻了。大爷叹气，他这辈子太苦了。故事到这，你默默回头看了眼，好吃，好吃，一边吃一边朝你天真的笑着。那他不是还有个女儿？大爷苦笑，最可怜的还是他女儿。家里破产的时候，那娃娃才3岁，懂事后就没过过好日子。哥哥死了后，爸爸没多久又傻了，一个小女娃，一边上学一边照顾爸爸，还把爸爸照顾得这么好，那孩子多难得。你忍不住了。大爷，你跟我开玩笑的吧？哪有人能倒霉成这样？大爷朝你笑道。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只能说明你过得挺幸福的，小伙子。总有些惊奇的际遇。你许久没说话，转身买了一大袋面包回来，放到了红领巾叔叔的怀里。回到班级门口，白若曦正好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你下午去哪了？给我们开没什么。家常会。两人似乎有着别样的默契。晚自习的时候，下午纯看理论知识，作业都不准备做，除了英语，毕竟没重生之前身价过亿，和外国人都打过不少交道，英语对你来说已经炉火纯青了。将书本放下，你走出教室上了个厕所，回来后就发现白若曦不见了，书包也不见了。你看着前桌问道：白若曦干嘛去了？不知道啊，他背着书包就走了，班主任也没管。你抬头看了眼班主任刘威，恐怖的发现刘威正在讲台上悠悠的盯着你，手里还比划着什么。我靠，这女人跟鬼一样。好不容易熬到放学，收银台边的夏天抬头看你，以你跟那丫头放学时间不一样吗？你诧异道。她来了。早来了，这小丫头真勤快，比你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你转过身，发愣的看到白若曦穿着女仆装，提着垃圾走了过来。你扭头看着老爸，你看我干嘛？员工制服找半天没找到，就找到了这个。你还别说，穿在这妮子身上还真有点好看。你看向夏天，一丝一丝得了，人家1个月也就拿500块钱。超市那么大，你让她一个人打扫卫生啊？夏天一脸冤枉，他自己主动要求打扫，又不怪我。听起来倒像是这个蒋丫头做出来的事。你一脸无语，夏天露出一抹不正常的笑，咋了？心疼了？下午抬头瞟了他一眼，懒得理你，老逼的。你朝白若曦走去，抓住女孩的胳膊，将她拽到了角落里。夏天饶有兴趣地看着监控画面。去办公室就是跟班主任要求提前给你放学是吧？还趁着我不在偷偷溜走。你有些生气，少女却哑口无言，只能低着脑袋。你伸手拍在墙上，低头看着少女。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给你加薪吗？我告诉你，不可能。这一幕让夏天通过监控看得津津有味。嘿嘿，臭小子可以啊，还玩壁咚，有我当年风范。白若曦抬头看你，一双漂亮的眸子中透露着真诚。我没有想要加薪，我每天工作不到1小时，1个月却能拿500块钱。说完，他低头，仿佛是想起了什么。太多了。你大脑当场宕机，500还多啊！你抬起手，少女吓得赶紧闭上眼睛，小腿颤着往后缩。每次你打算戳她额头，她都这副表现，都成应激了。你知道其他人工资吗？白若曦睁眼看着你，摇了摇头。我不管他们有多少，我的肯定给多了，给多了我就得多干活。他毫不示弱地跟你对视着，你真是，你气得牙痒痒，看着这漂亮的脸蛋，就想使劲揉搓一番，直到把她揉哭，揉到求饶为止才解气。白若曦看着你的咸猪手，紧张的后退一步，开口威胁：你要是欺负我，我就跟叔叔说。看着眼前的少女，你苦笑，你气又气个半死，打又舍不得打，反正学习别耽误，知道吗？见少年做出让步，白若曦露出好看的笑容，轻快的点头，去吧。女孩眼神有些开心的小跑离开，看着她的背影，无奈归无奈，但你还是笑着。晚上你把超市关门，将一张纸条递给了白若曦，这是我家小区的地址和门牌号，明天什么时候能来？白若曦接过看了眼，下午1点吧。行，我在家等你。女孩再次确认，你家真的有人啊？真的，骗你干嘛？其实下午说谎了，上午夏以东和妈妈还有可能在家，下午这小萝莉得上补习班，妈妈又有事不在家。但说没有的话，白若曦也不会来，反正到时候人来都来了，文艺所就不信她还能飞走。但是真的只是补习，下午可太想进步了。周六是晴天，白若曦从你给的地址走进小区，一瞬间她都以为自己正身处某个公园。闹铃响起，下午从床上醒来，这时门铃声也响了起来。你走去开门的同时，还下意识地看了眼墙上的表，这也太准时了。少女面色拘谨地站在门口，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到男生家里做客，还是下午的家。房门打开，你笑着看她，愣着干嘛？快进来！然后连忙跑去厨房倒水。白若曦拘谨地走进来，走吧，去我卧室吧。声音传来，白若曦有些羞涩地看着你，要不还是先跟叔叔阿姨打声招呼，
我们再开始补习。你挠了挠头，其实我家里没人。现在就我和你。白若曦漂亮的眸子幽怨地看着你，你骗我？又生气了？你也很无奈，没办法啊。上午家里是有人的，你非说下午来。白若曦耳垂微红地抿着小嘴，跟河豚似的闷闷地站了好一会儿。那快点开始吧。女孩生气的样子也格外可爱。进了卧室，白若曦打量着里面的陈设。你将水杯放在桌子上，回头问着我房间有味吗？白若曦昧着良心摇摇头。下午愤愤不平道：是吧？你也觉得没味？我妈跟我妹非说我房间臭得很。这话让白若曦忍不住抿嘴一笑。看她笑，下午也笑着。白若曦往里走了走，二人坐在书桌边，仿佛又变回了同桌。不同的是，两人坐在一张桌子，因为离得很近，你能嗅到少女身上的清香。你拿出自己的数学练习题，有几道题想不明白，都画圈了。你给我讲讲吧。白若曦只看了一眼，就很快有了解题思路。她在一边耐心地为你讲解过程，你频频点头。怪不得，原来如此。那你自己写一遍。开玩笑的，我没懂。少女美眸愠怒地注视着你。5分钟后，懂了吗？这次真懂了。白若曦露出笑容，看向桌上的水杯，发觉原来左右放置的杯子变成了前后放置。凭着印象拿了其中一个水杯喝了起来。这样做是吧？你把解题过程递来。白若曦双手捧着水杯，俏脸往前一探。没错。这丫头干什么都用双手，喝水都用双手捧着杯子。下午好笑地想着。等下，你喝的是我喝过的。白若曦一口水喷在了下午的脸上。片刻后，你把嘴里的水吐出来，有些无奈地睁开双眼。你上辈子是花洒，河南面积这么大。对不起，对不起。白若曦又急又羞，看着她那模样，你也笑出了声。不是，和我喝过的又怎么了？这么嫌弃我？白若曦面色赤红，连忙摇头。没有，我只是个半天，女孩也没说出来个什么理由，反倒是脸颊跟耳垂却越来越红了。白若曦将自己刚刚喝错了的水杯双手拿着，还给你。你笑了笑，你喝喷了的再还我，让我喝你口水啊！白若曦小脸一红，连忙将水杯收了回去，怯怯地收回视线，观察着少女沮丧的模样。你觉得白若曦面对自己时总是充满了小心翼翼？想到那张投票的纸条，你忍不住问道：白若曦，咱俩以前认识吗？少女默默摇头，垂着脑袋不让你看到表情。真不认识啊。少女还是摇头。好吧，没事了，接着学习。你转过身找书本，女孩却看着你的背影露出微笑。临近傍晚，补习结束，白若曦刚要走出门口，你连忙喊道：等一下。将家里的零食都装了进去，递给对方。白若曦后退一步，摇摇头：我不要。你义正言辞：补习费。我不要。像是怕你又说出那威胁的话，少女赶忙转身跑走了。你看着她背影叹了口气。这个僵丫头。周一早自习上，刘威来到讲台讲2件事。第一件事，学校开展运动会，走方阵班里由白若曦举方牌。白若曦抬头，面色诧异，身旁的你直接跳了起来。我赞成。突然对上班主任那眼神，吓得你又坐了回去。第二件事结束后，第2天开始月考，第1场考试都给我认真对待。考完试开家长会，尤其是后面那几个家伙。说到此处，刘威的视线锁定在你的身上。下午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你面色乖巧。我哪有资格补充啊，老师？下午是体育课，跳高那边，你低俯身子来到杆子面前时，纵身一跃，跳起来的高度惊呆了旁边的体育老师，但是裤子却不小心碰到杆子，被撕下来一块。看到撕裂的裤子，死党钟景成迅速大喊：大家快来看啊，下午要脱裤子了！所有人目光被吸引着过来，你一脸无语。台阶上，白若曦默默用书本挡住脸颊，你也转头看向少女。突然你脸上一变，台阶上有一个女生在悄悄接近白若曦，双手也已经比划出即将推人的动作。你捡起篮球朝着那个女生投了过去，飞去的篮球准确地砸到了那个女生。白若曦有些发懵的后退，你直接上前一巴掌扇在了对方的脸上。我下午从来不打女生，既然打了，那就说明你不是女生。你眼神凶厉，抬手指着她。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这边的景象很快吸引了操场上的众人，体育老师也赶过来。下午你在干什么？你没理他，转身看向人群中上次目睹全过程的女生。是他上次把白若曦从台阶上推下去的吗？女生没吭声，默默地点了点头。真是你啊，这次送上门了是吧？说。女生没有说话，反倒是眼神愤恨地盯着你。你可不惯着她，一巴掌又扇了上去。王平有些看不下去。下午你冷静点，再打下去性质就不一样了。性质不一样，知道这么高的台阶他还想推人，这都能算杀人了，我杀他都算轻的了。体育老师被你对得哑口无言。钟景成这时开口，他好像是15班的，叫什么我忘了。15班的，你冷笑一声，拽着这个女生就朝主任办公室走去。王平看着周围看热闹的学生们，散了下课。白若曦似乎没反应过来，目光怔怔地望着少年离去的方向，露出担忧的神情。晚自习的时候，广播响起：下面通知一件事情，高35班许岩同学多次蓄意伤害同校同学，态度恶劣，现已通知家长勒令退学。你坐在位置上，认真地听着广播的内容。如果学校的回应不是退学，自己绝对会去主任办公室闹一次。下面表扬一位学生。你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很意外啊，这位学生以前可是经常被通报批评的，没想到如今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白若曦看着夏午顿了顿，刚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作罢。第二天晚上，四季生鲜超市，你看着在超市里忙碌的少女，感觉有些奇怪。欺负她的人被制裁了，她应该感到开心才对，可她却好像比之前更沉默了。晚上10点，超市关门，可站在旁边的少女却没走。你转身看着她，回家吧，不上班天。白若曦处在原地站了会，随后从书包掏出了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工装裤。我缝好了。少女将裤子捧在手上递给夏午，这不是昨天挂破了的裤子吗？自己明明扔垃圾桶里了。你笑了笑，刚准备道谢，白若曦却眼眶红红的望着你。下午谢谢你，但是下次不要这么冲动了，更不要因为我差点被罚。说完，她强忍着眼泪，连忙转过身离开。纤薄的背影迅速融入进了浓浓的夜色中。你原地矗立许久，低头看着手中的裤子，叹了口气。白若曦啊，上一世早点认识你就好了。白若曦啊，上一世早点认识你就好了。你低头看着手中裤子，昨天从班主任刘威的口中才得知许岩在初中的时候就经常欺负白若曦，甚至得知了女孩为了不被欺负自己把头发剪了的事情。而这次欺负的理由也只是因为听到了女孩要举牌子走方阵的消息，他不想看到白若曦耀眼的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就像花园里最漂亮的那朵花，总是盛开在最鲜艳的时候被人所摘。长得漂亮本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放在白若曦的身上却给她带来了诸多麻烦。下午将裤子紧紧抱在怀里，回想起那天夜晚，白若曦，我在呢。我也在，永远都在。从今天开始，我会成为保护你的壳，永远，永远。你回到家，走着轻快的步伐，将自己的工装裤炫耀似的从大妈的眼前掠过。苏小雅和夏天勾着脖子，还没来得及瞅上一眼，一边嘚瑟的将工装裤单手高高举了起来。夏天白了你一眼，咋了？这裤子金子做的啊？苏小雅也一脸好奇。是啊，儿子，昨天被通报表扬，也没见你这么开心。你扭头瞟了这俩人一眼，一脸得意的将裤子递给他们看，看到没？我裤子破了。白若曦帮我缝。哎呦，手艺这么好呢！苏小雅双眼直接亮了，接过裤子打量了起来，这丫头绣的真漂亮。下次请她来家里吃饭啊！你撇撇嘴，我也想过，但她估计不会答应。夏天瞄了一眼裤子，随后嫌弃的看向你，你说说你，一个学校的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人家年龄还没你大呢，长得不仅漂亮，还又勤快又能干。你疑惑道，还没我大，你咋知道的？夏天撅着嘴，我上次在超市看她身份证啊，9月19号，这丫头17岁生日还没过呢，算算日子，好像也没几天了吧？不晓得送人家什么吗？她肯为你缝裤子，就凭这一点，人家就绝对是个好女孩。你转身看向挂历的日期，默默记在心底。第二天上课，你看向白若曦，女孩也和你对视了一眼，就默默转过身子。自从那天晚上哭着和你说了那些话后，你们之间仿佛出现了一层透明的隔膜。当然你清楚，少女并不是讨厌自己，是因为她看到了你为她行事鲁莽，害怕你因此被罚。这丫头性格敏感自卑，从来心里都在为他人着想，却从没想过自己。晚自习结束，四季生鲜超市，白若曦正站在货架区整理着，你端着水杯，宛若窃贼一般的在后面悄悄接近着，将里面的水都倒在了白若曦的鞋上。白若曦吓了一跳，连忙后退，诧异的看着你，你故作惊恐的大喊：“对不起，对不起！”赶快脱掉，小脚着凉了怎么办？你迅速蹲下来解开她的鞋带。啊，你干嘛？下午理都不理，迅速的脱了他的鞋子，拎在手里就往外狂奔。剁肉的王胖子表情尴尬的挠了挠头，哈哈哈，我们小老板一向比较热心肠。白若曦分明感觉下午是故意的，你拿着鞋子怪叫着冲出了超市，看呆了坐在收银台边上的老爹。几分钟后，烘干了，烘干了，实在抱歉。白若曦耳垂通红的瞪着你。客厅里，你打算送他皮鞋当礼物啊？回想起了今天你的怪异表现，突然间明白了原因，你一本正经，搞吧，后天晚上帮我个忙。9月19日，晚自习天气晴，教室窗外的夜空中星辰闪烁。白若曦呆呆地望着，幻想着夜空中会突然出现两人朝她微笑，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哥哥。痴痴地望了夜空许久，白若曦收回视线，低下头在草稿纸上缓缓写下生日快乐白若曦。女孩发呆了几秒钟，回过神来，又迅速用笔将这7个字划掉。她扭头看向空落落的身旁，今天晚自习下午又逃了。少女做了个深呼吸，独自走在夜路上，吹着清冷的夜风，抬手抹了抹眼角。她的上一个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时间拉回从前，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妈妈躺在医院的床上，气色虚弱，但眼神依旧宠溺地看着自己。西西生日快乐呀！哥哥捧着小蛋糕走来，刚下班的爸爸工服还没来得及换，用缠满创口贴的手揉着自己的脑袋。西西许个愿吧。我希望妈妈的病明天就能好。听到这句话，面容枯槁的妈妈瞬间哭了，眼角盈泪，神情不舍地抚摸着女儿。白若曦双手合十，朝着夜空中的星辰无声地许下愿望。妈妈说，愿望是不能说出来的。
说出来就不灵了。白若曦朝着超市走去，抬头看向超市漆黑一片，可大门却敞开着。她犹豫地朝里面喊着：“有人吗？”回声充斥在漆黑空荡的超市，但奇怪的是，某个货架后方却有赤白色的灯光在不断摇晃。谁在那？白若曦害怕地问着。她摸黑朝里面走了几步，突然间，后方的超市大门砰的一声关上。白若曦连忙转身，惊慌失措地看着眼前的一幕。黑暗中，那赤白色的灯光逐渐变大，仿佛黑暗中的天使。伴随着一道动听的歌声，有黑暗恐惧症的夏武身上绑着2个大手电筒，手上捧着一个大大的蛋糕，造型奇特的从后方缓缓走出。在夏武后方，有鲜肉区剁肉的王胖子，生日快乐啊，丫头！有蔬菜区称重的李婶，妮子生日快乐啊！有零食区称重的宋姐，生日快乐啊，西西！夏天则在超市门口出现，他和大家一样，面带笑容的鼓着掌，生日快乐啊，丫头！你处在原地，与站在门口的少女遥遥相望。白若曦，17岁生日快乐！夏武看着女孩微微笑着，白若曦也怔怔地望着朝他微笑的少女，她的内心仿佛被什么触动，眼泪不受控制地流淌着，从眼角到面庞。17岁的少女默默在心里告诉自己，原来愿望真的要在心里许才会实现。夏天看到白若曦此时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有些意外。少女哭得越狠，说明她越记得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为了配合儿子，晚上超市都提前关门了，少说也得没了大几千的流水。不过夏天也不在乎，臭小子，这么浪漫你要死啊！看把姑娘都惹哭了。白若曦连忙转身摇了摇头，迅速抬手擦掉眼泪，仿佛在证明自己没哭似的。看着白若曦哭成这样，你顿时有些心酸。许个愿，把蜡烛吹了吧。白若曦点点头，吹了一口没吹灭，不好意思的抬头看了你一眼。夏天拿过蛋糕，你俩一起吹吧。你看着白若曦，不介意我掺和你的愿望吗？女孩摇了摇头，两人站在蛋糕前，同时闭上眼睛。